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正所的阿修。今天我們要來拆解一個所有教育工作者，甚至是所有家長都躲不掉的議題。當 AI 已經全面滲透到教室裡，我們手上那套舊的教學劇本，是不是該徹底改寫了？這真的不是未來式，它就是現在進行式。OK， 這次的分析我們會依序談到5個重點。首先，我們會先來看看新的現實到底是什麼。接着，我會用2個學生的故事來讓你理解當中的機會跟風險，然後一起探討教育者現在站在哪的十字路口上。再來，我會給你4個非常具體的行動策略。最後，我們一起來反思教育的真正目標究竟是什麼。好了，我們直接进入第一個關鍵點。AI 就是教室裡的新現實，這就像一場突如其來的大洪水，而我們所有人，不管你在哪個學科，都身在低洼地區。這不是在嚇你，這是對現況最精準的描述。你看，不管你喜不喜歡，現在的學生從潤飾報告、除錯程式碼，到發想各種創意 ，AI 早就已經是他們內建的輔助工具了。你沒有辦法禁止，也沒有辦法假裝沒看見。這就是新的常態，一個我們無法回避的賽局。這裡有一個很棒的比喻是這樣說的：那些在網絡上資料最豐富的學科，比方說資訊工程啊、商管啊，就像是洪水最先淹到的地方。但千萬不要以為你教的是歷史或藝術，好像身在山上就沒事。因為 AI 衝擊的從來就不是單一學科的知識，而是所有學科都賴以為生的底層能力，也就是資訊的搜尋、整合跟表達。只要你的學生需要閱讀和寫作，那這場洪水遲早會淹到每一個人。接下來，我們來看一個真實的案例，它甚至有點荒謬，但卻完美地揭示了 AI 在學習上的危險，還有潛在的機會。這是一份統計學的期末報告，主題非常吸睛，叫做“喝酒是否有助於學業表現”。這個學生宣稱，雖然大家普遍都認為喝酒會傷腦，但網絡上也有說法認為，適度飲酒好像能幫助專注。聽起來，這似乎是一個充滿科學探索精神的好題目，對吧？結果呢，當老師看到他的研究方法時，差點沒從椅子上摔下來。他寫着：我們使用 ChatGPT 來生成2組學生的考試分數。你沒聽錯，他跳過了整個研究最困難，但也是最重要的部分，也就是收集還有處理真實數據。這就等於是蓋房之前直接跳過打地基的步驟，整件事從根基上就全錯了。然後最荒謬的結論來了，報告寫着，結果呈現高度顯著差異，證明喝酒能提升成績。你看，他用一個完全虛假的輸入，跑出了一個在統計軟體上看起來正確的結果，然後推導出一個跟現實完全脫節的結論。這就是 AI 被濫用時最可怕的地方，它可以讓一個錯誤的過程產出一個看起來非常合理的答案。這件事的重點不是他得到錯誤的答案，那只是結果。真正的問題是，他透過 AI完美地跳過了整個學習過程，他規避了設計實驗、收集數據、面對挫折，還有從中培養批判性思維的全部環節。他的目標從來就不是學習，而只是交叉了事。AI 在這裡成了規避思考的最佳捷徑。但這只是故事的一面，我們也看到另外一種學生，我們可以稱之為高效學習者。他們在寫程式卡關的時候，會把錯誤的程式碼丟給 AI， 讓 AI 快速幫他找到 bug， 然後把省下來的大量時間拿去專注在更高層次的演算法原理和系統架構設計。所以你看，前者的思維是如何用 AI 繞過學習，後者的思維是如何用 AI 加速學習。這就是我們眼前的挑戰：如何設計一個教學系統去鼓勵後者，同時篩選或引導前者。這就帶出了所有教育者都在面對的戰略性問題：面對 AI，到底該禁還是不該禁？這是一個兩難。如果我們全面禁止，那就等於是把學生關在一個無菌的泡泡裡，讓他們跟未來世界完全脫節。但如果我們全面開放，又要怎麼確保那些最核心的思辨能力不被 AI 強大的自動化能力給侵蝕掉？無論選哪一邊，好像都有無法承受的代價。所以，我們必須重新定義這個問題。
真正的挑戰從來就不是阻止學生使用 AI，而是引導他們避免濫用 AI。我們的目標不是築一道高牆把洪水擋在外面，而是要去開鑿正確的渠道，引導這股強大的力量為我們所用。接下來我們進入下一個關鍵點，這部分非常值得你筆記。這裡有4個具體可以馬上執行的策略，幫助我們在 AI 時代建立一個更有效的教學框架。這4個策略分別是：第一，既鼓勵又禁止，聰明地劃分使用範圍；第二，示範專家級用法，讓學生看見知識的價值；第三，增加人性化互動，做那些 AI 做不到的事；第四，善用 AI 來備課，把時間花在刀口上。好，我們一個一個來看。第一個策略，既鼓勵又禁止。做法其實很簡單，把你的評分項目切成2半，一邊呢是允許甚至鼓勵使用 AI 的任務，比方說期末專案、腦力激盪、程式除錯這些。在這部分，我們要評估的是學生整合工具產出高品質成果的能力。而另一邊是明確禁止使用 AI 的任務，像是隨堂測驗、必書考試或是很基礎的習題，用來確保學生腦袋裡是真的有東西的。這個策略的底層邏輯就是分區管理，把對過程的要求和對結果的要求放在不同的籃子裡評估。這裡有一個很關鍵的心法，對於那些允許使用 AI 的作業，我們的要求不是降低，而是要大幅提高。你可以直接跟學生講，既然你們手上有這麼強大的工具，那我期待看到的成果品質理所當然要比5年前的學長姐高得多。給士兵更好的武器，不是讓他放假，而是要讓他去打更困難的仗。第二個策略，示範專家級的用法。問問你自己，你的專業知識要怎麼樣才能讓 AI 的產出品質產生質的飛躍？你必須向學生證明，就算在 AI 時代，你腦袋裡的深度知識依然是無可取代的資產。舉個例子，一位地理系的老師，他會直接在課堂上展示如何下指令。他不是簡單的說，幫我分析這張圖，而是下達一個專家級的指令。假設你是一位專業的製圖師，請你根據製圖學的原理來分析這張等高線圖的優缺點，並且提出3到5個批判性的問題。這種由深厚知識驅動的提問，產出的結果遠遠勝過一個新手的模糊提問。這就是知識的價值，它讓你問出更好的問題，進而驅動 AI 產出更有洞見的答案。你的專業就是最強大的 prompt engine。好，接下來是第3個策略哈，這或許是人性中最關鍵的一點，增加人性化的互動。你想想哈，當 AI 能處理越來越多標準化的問答跟內容生成之後，我們身為老師省下來的時間應該投資在哪裡？答案是投資在所有 AI 無法取代的事情上，1對1的深度對談，引導小組產生激盪的火花，給予帶有個人關懷與洞見的回饋。教學的核心正在從知識的傳遞者轉變為學習的引導者與陪伴者。那麼這些多出來的時間要從哪裡來？這就帶到了我們的第4個策略，善用 AI 幫你備課。你可以讓它幫你生成課程大綱的草稿，設計不同類型的考題，草擬詳細的評分標準，甚至快速總結參考資料。這些過去超級花時間的行政工作，現在都可以交給 AI 處理。這樣做的目的是把你的時間和精力從那些重複性的工作中解放出來，專注在你有價值的地方。這就像 AI 幫你把鑽石的原礦都挖出來了，而你作為一個經驗豐富的工匠，負責的則是最後那幾道最關鍵的切割與拋光，也就是提供 AI 無法給予的個人化的、有深度的回饋。總結了這麼多策略之後，我們來到最後的反思：這一切努力的最終目標到底是什麼？我可以很肯定地說，答案絕對不只是打造一間所謂防 AI 的教室。這裡我想留下一個問題讓大家思考：如果我們的目標從來就不是跟 AI 競爭，而是利用 AI 讓我們在教學上有更多的時間與空間去變得更有人性呢？去進行更多的對話，給予更深刻的回饋，建立更穩固的師生信任，或許這才是 AI 帶給教育最大的啟示。總結下今天的重點：面對 AI，我們的策略不是防堵，
而是引導。透過鼓勵與禁止的分區管理，示範專家級用法，增加人性化互動，並善用 AI 高效備課，我們才能利用科技回歸教育的本質，也就是人與人之間無可取代的啟發與連接。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如果你覺得這一集有幫助，記得馬上點讚加訂閱加開啟小鈴鐺，我們正在衝訂閱，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們下次見，拜拜。